今天呢，我给大家聊一下关于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实验基地。乍一听不敢相信，但是呢，越研究越觉得有意思。在南美洲秘鲁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沙漠，这个沙漠的这个地区这叫纳斯卡。那这个地方呢，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以沙漠为画板的画。并且呢，这个画呢特别的大，从几十米到10公里，那这么大的画，你是怎么看呢？我想只有在高空。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呢，用这个地名来命名了，这叫纳斯卡县。像我个人见过最大的画，其实就是西藏和青海的晒大佛。那这样的这种地毯式唐卡呢，有20-30米的。有50米的，我看过最大的可能有70-80米，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那这个纳斯卡呢，这个图案呢就很大，所以在1930几年，那这位美国考古学家呢叫保罗博士他在这个飞机上，他在考察其他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往下看的时候，觉得哇，这奇怪走这么多线条和图案呢。而且这些画呢，这个特点多数是一个是直线型，还有呢就是一笔成画，就像人拿着一支笔一直没有断开在画一幅画，又特别标准，有些部分还特别对称。你像最长的那一幅画10公里，而且它这个笔直的程度就像激光给射出去的，并且那个最长那个线条呢，还不是在一块平地上，还跨过了这个山，就这么厉害。除了长线条之外它还混合着呢画了很多动物的图案。这个动物之中就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比如说蜂鸟，还有呢秃鹰还有呢一种吃鱼的鸟，长腿鸟叫鹭，再就是有蜘蛛，还有猴子，像水里的呢最大的有鲸鱼。那我想在倒退别说几千年，就是1000年前，我们所有的人类用人类已用的工具和智慧很难修出来。那这是谁画的？那画这个画的这个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大脑袋放开一点，秘鲁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很神奇的那个部分，就在这个附近呢，有挖出类似于坟墓，反正就在地下挖出来的。这个人头骨，你看脸是人这个头骨特别长的，我暂时叫做大头人。他这个额头头顶特别的大，有多大呢？我们正常人类的2倍的脑容量。也有人说，这可能他就得了一种病，就是大脑袋病。但是科学家说它不是像人类的东西。正常人类的这个头骨呢，有4大块来组成的，前头额头一块，后脑一整块，就中间这个部分有2块，中间一条缝。可是人家这个大脑袋前头一块，中间一块特别大的，人家这个整块又大又完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科学家用 DNA 来化验，说里面呢有一部分是人类 DNA，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呢根本就不是人类的，也不是地球上畜生的，不知道是什么 DNA。 这有点像这个西方这个神话传说之中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一种就是人神结合的那种，就是半人半神的那样的高级生命。那么这样的形象呢，这种大头人呢，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在埃及的古壁画之中就能看到其中这个特别高的长脑袋人。这个石雕的图案之中你看这个人不光是脑袋很尖很长，并且呢比正常我们人类的这个身体几乎高出1倍。还有一个地方，在墨西哥地区的这个玛雅文化中它里面这个长脑袋的，在整个记载与传说之中它就不是人类，是他们的神。
另外一个在西亚地区，现在来说的国家呢，就是伊拉克这个大地区当中有个苏美尔人，他们认为他的神族就是这样长脑袋的。神族其实就是神嘛。你看，从这个南美洲到北美，再就是亚洲、西亚地区，还有埃及这样的长脑袋呢，我们可以暂时定为神人，就是神与人结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族。那我想那种更高境界的神，它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就是比较虚幻的，就是它的身体的存在和我们这个实质上看得到的这个物质是有差别的。我们前一期呢就讲过，神赐的礼物当中有这个土豆。经过我的研究结果，这个土豆呢，要么就是外星人，要么就是神来在地球上的一个农业科学试验场。为啥这样说呢？我们所有种植的这个植物到食物，其实一定要依赖于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土壤，第二个是阳光，第3个是水。那么高原地区在山坡上种植就缺少水分，它有植物生长的第4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地方的空气中的温度。那很多的植物是在高原上、高山上是不能生长的，可是土豆呢，据当今科学家的试验在4000多米的海拔上都可以种植。那我亲自看到的土豆生长的区域呢，大概在2700米左右的高原，在青海、西藏都有。那么高原很多东西不长，可是土豆疯狂的长。我去马来西亚多热呀，热带赤道，对不对？也长。印度尼西亚也长，你看。所以它这个东西它不选择什么环境天气、温度、土壤的状态水分的多少，它都可以生长。所以综合的这个耐力全世界最容易生长的，我认为是食物之中非土豆为第一那么它有这样的一种容易生长的这个效果呢，是这个外星人或者神特别为人类所研究制造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农业产品。再一个内容呢，就是同样在秘鲁这个地区，在之前讲过一期马丘比丘。马丘比丘很神奇它是建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上的高原就是山顶上建的这样的建筑。在远古时期，把这个石板弄成水槽使在这个山顶上的这整个的房屋结构之中，每一层都能够享受到1年4季的这个泉水的滋养，无论是来洗漱，还有饮食喝水，还有灌溉农田，它1年4季不干枯，一直可以在流淌。我们如果肉眼看出去是非常平坦的，人家做出来是平面上倾斜2度，倾斜2度的这个水的流度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慢悠悠的流，所以就不会把那个本来很珍贵难得的3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融雪的水慢慢流出来一点点小山泉。如果倾斜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快就一下就倒尽了，倒完了，后面的人没水喝了。就是你看着水平水平的，倾斜2度几乎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人家能看到。在今天做地质研究和建筑的这些领域当中，才有这样的仪器。那个仪器叫水平仪，在古代倒退哪怕200年没有，它最多有个线能拉直线而已，但是水平仪没有。所以你在这个建筑当中，你看不到一种说现代化的金属或者是现代的塑料的产品，对不对？可是用石头创造出了叫做不可思议的奇迹还要在巨石上盖这些房子，善用它，甚至是一个明信片都塞不进去。它这个建筑的这种质量以及科学思维的这个能力，还加制造能力，是我认为当今的人类可能都做不到的。在地球的建筑物之中，堪称为叫做神迹。
所以这些神迹也不是人可以造出来的。我觉得与前面发现的看似特别大的大脑袋这个半人半神有着绝对的关系。还有个神秘的地方啊，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乍一看吧，特别简单，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当代人称为叫时空之门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位于秘鲁的南部，在这个迪迪卡卡湖的附近。这个门呢有7米高，7米宽，记住正方哈。有些时空之门呢是圆的，同心圆，就特别圆。我在那个看到那个天空的在云上出现这个时空之门，也大概是这样的，特别圆。那这个是方的，这个门的中间里头还有一个小方门，这个小门呢上头宽，下面窄一些。在这个门的中央的一个位置有一个圆的，在当地的这些巫师和土著哈，都是认为这是众神王国的一个出入口，就是现在所谓当代人就是称为时空之门。他们曾经就看见过有一位第一代大巫师通过这个地方走了，当时手里拿个黄金的一个像一个圆碟子一样，扣到石门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圆点上，扣上去之后，不知念了几句什么咒语，石头门就打开了。这位巫师就钻进去了，但是钻进去就没回来，就跨到另外一个时空。这个人乍一听这句话吧，觉得多数人都会说这个不可能，这个或者是骗人的，或者说仅仅是一个传说。那我认为我们所发现到或自己遇到这个神奇神秘现象的时候呢，遇到的时候你觉得就是正常遇到也特别平常，就这么长，这个人在门上一趴就消失了，但是之后再也没见过第二次发生，是吧？正常之中的不正常。所以这个圆的这个部分现在还有，等下次你去的时候千万别拿个圆东西在那比划，好吧？这万一正好信号对上了，就像自动门一样突然打开了，你不去也得去，一股能量把你吸进去了这个说不定的。咱们回到纳斯卡这个图案、纳斯卡线条上来说那么它到底什么用途呢？在科学界、学术界都有着不同的猜想，因为实在没办法完全去解读它，没有一个人肯定说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只能猜想。那这位德国的一位考古家叫玛利亚，他认为这个纳斯卡线就是天书，它这个对应当时的星象的缩图在地球上。那么把这个星象弄懂了之后，就是为了研究历法，其实就像节气，对节气的认识。那么下一种说法呢，也有人认为叫水源的学说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它的线条是有指向性的，指向的那个地方那里可能就有水源。当然这里的水源一个是可能是指暗河、地下水源。那为什么会指水源呢？请记住，这里是沙漠，叫纳斯卡荒漠。这种荒漠地带最恐怖的就是缺少水，甚至是都没有云彩来下雨。所以在这个沙漠地区寻找水源其实真是至关重要的。在地球上的这个万物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生长所以沙漠上缺少水，也因此几乎没有植物，没有植被。所以发现水源确实很重要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种学说叫做巫师学说。那学者认为呢，画的这些图案是当时纳斯卡的祖先这些巫师可能是为了达到人与神人与鬼沟通当中的，是做法用的这些图案。这我觉得也可能吧比如说用于祈福祈雨这个也说不定是。再有一种说法叫做光画学说，就发光的光，太阳光，绘画的画，光画学说。
德国的德累斯顿大学这个研究部门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纳斯卡线上，他们经过这个测量之后他们发现呢，纳斯卡线上头，出现这个颠倒率比旁边的这个沙子石头呢要高出8000倍，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学说呢，就是说它可能因为它这个能量，因为它高出8000倍嘛，导电体所以到夜空之中，可能这里就出现了非常美丽的图案，或者是五彩缤纷的图案，当然说不定就是白色图案，在夜空之中特别醒目。这个说法呢就比较有意思。那我个人呢有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好几种猜想。我的第一个猜想呢，就是纳斯卡线其实是指给外星人或者神人的这个地球指示牌，就特别像路牌一样，说我今天你要去哪里，比如说你通向纽约就前面有个路牌说右拐通纽约，甚至上面写着，这我还没解读我要解读一下，天狼星座位于地球物理或者生物实验基地，在太空之中一下就看见了，或者他们用一个仪器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如果不去做这个图案，就是外星的生命很难发现地球，说不定是这个，它起到一个传递某种能量与讯息的这个作用。我的下一个猜想呢，因为这里是外星人或神在地球上的实验基地，所以这些图案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他们造出什么来，就把这个画像就画在这儿。比如说蜘蛛，说最近新造出蜘蛛来，而且已经成功的制作出来了，他就把蜘蛛的图案画在这里。造出鲸鱼来了，就把鲸鱼图案画上去。造出猴子来，画猴子，这是不是一种说法呢？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那有朋友会问，那造这些动物昆虫有什么意义呢？从动物中来说我们先说最小的蜂鸟。这叫蜂鸟呢，它比蜜蜂要大很多，比麻雀小很多。据科学家说呢，它在南美洲已经超过了2200万年之多，很神奇吧？那它的存在的意义呢，其实有一种叫做植物特性不管是花草还是树木，甚至长水果的树，其实都需要蜜蜂蝴蝶还有这个蜂鸟来进行雌花粉雄花粉的混合，就像男女结合之后才能生出宝宝来一样。如果说这个果实没有风，没有这个蜂鸟来给它们混合过花粉的话，比如说这是苹果长大了，我把那个籽掏出来种到地上，它长不出来，就长不出苹果树来。一只蜂鸟一天能够去接触1500多个花朵，所以呢，为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植物和粮食就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就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仿生技术，它给我们开拓了就是人类想飞翔的这个视野。据科学家观察蜂鸟它这个翅膀往下拍打的这个速度，按每秒在普通情况下就50到80次，到了这个求偶的这个时期呢，能达到每秒200次，所以它这个飞行能力是多强呢？你看过去这个飞机是吧，有一个像起跑线，加速之后就飞起来是吧？你们知道能在空中停下来吗？是不会的，停不了的。之后又发明了直升飞机，所以这个飞机做的这个工作的效果与程度呢，有点像蜂鸟，但是还达不到蜂鸟的那么一种高超。就是第一，叫随时停在空中任何一个地方，停的时间很久；第二个，可以随时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向。现在有一种飞机做到了，就现在那个小型的无人飞机，就是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效果。所以给这个研究飞行器的这个行业来说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仿生的提醒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像，后面一看就是那个吃鱼的大鸟鹭。鹭这个动物呢，它是以这个河边来栖息生活的。你看它吃的，它主要是以鱼类为主，所以顺便呢排便通常在陆地上。可是前面这个嘴和脖子伸出去多长？从象形文字伸出去的部分，你可以说是山川，也可以说是河流。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所理解的非常朴素的，就是这个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和居住，主要会依靠河岸两边的土壤，因为河岸两边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人类栖息生活，我们首先我们的饮食、喝水、洗脸、漱口，没有一样是离得开水的。所以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靠近水边生活，靠近水边劳动，靠近水边种植，甚至靠近水边养动物，这样才能五谷丰登，生活有保障。从以现代人来说，如果你的生活周围如果能看到这个鹭鸟的存在的话，那就恭喜你，就有可能意味着说你这个地方的空气、水土比较干净，比较缺少化学的污染。这些鸟在这里存在，人类在这居住就是安全的，并且看到这样的鸟可能带给人好运气。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本地区的秃鹰，也叫安第斯神鹫。在考古学之中这个种鸟呢，在这个地方存在超过3000万年。多数的食肉动物是不吃死尸的，除了虫子之外它吃新鲜肉，它吃奔跑的这个牛羊鹿。但是呢，这个安第斯神鹫呢，这种秃鹰只专吃腐烂的尸体上的肉。我们要明白如果在这个地区，比如现在天气特别炎热，有很多牛羊就是因为热或传染病死了，就躺在陆地上，从1只或到10只死了。如果不赶快进行处理这个尸体的话，有可能接下来这个地区所有的动物就会死光。所以鹰也起到了一个来平衡这个生态环境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再讲讲猴子。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猴子都能存活。那么猴子在地球上的作用是啥呢？猴子第一个就是身体特别灵活，第二特别善于攀爬，爬树上房，那像比飞贼还厉害，可快了。还有呢，猴子不安定，比如在这里摘了一个桃子，很少就坐在这地上吃，通常就是因为它胆小，身体又灵活，对不对？它在这儿拿一只桃，赶快就跑掉，这一跑可能就几十米，所以就把这个吃完这个桃的核就扔到了几千米和几百米之外。是不是桃树又在那个地方生长了呢？就是这样。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的猴子避瘟疫的一个作用在过去战争时期，军队总是需要很多马成为骑兵嘛，是不是马呢每一年都会遇到马的瘟疫，就任何动物都会遇到瘟疫，特别致命。所以在过去这个骑兵部队之中一定养着好多只猴子，在这森林之中也有自然很多的猴子。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可能宋朝就有了有一个官职，就是骑兵部队的官职，叫弼马温，也是《西游记》孙悟空当时玉皇大帝给他一个官名，就是管马的。为什么叫弼马温呢？马瘟就是瘟疫，马的瘟疫，避是回避的意思。弼马温就是猴子，能够避开马的瘟疫的，救马一命的就是猴子。就据说这个猴子，尤其是指母猴这是撒尿在草地上，马吃了这样猴子撒过尿的这个草呢，马就不得马的瘟疫。所以猴子在地球上对于整个森林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贡献是非常不可忽视很重要
再说说蜘蛛，蜘蛛很多人还是挺害怕的。一想到蜘蛛，我们就会想到蜘蛛网，对不对？你想蜘蛛网上头主要能粘住什么样的东西呢？蚊子或飞的这小虫特别多。你知道很多的这个瘟疫和疾病，还造成你的身体伤害的，很多时候是各种各样的蚊子。蜘蛛呢，在这个印加文化之中啊，还是被非常正面的认可哈，认为它是吉祥的。他认为蜘蛛是神的使者，能够消灾避难。哎，这个很好玩吧哈，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其实中国人也认为蜘蛛啊是吉祥的象征。比如你要出门办事了啊，在你家附近看到一个从天上垂下来的一个小蜘蛛的话，通常就你办这件事情哈，非常顺利吉祥啊，有这个说法。再给大家讲一讲鲸鱼哈。鲸鱼是个很神奇的一种超大的鱼类。我说它最厉害的部分哈，就是它那个排出的粪便。在海面上有一种植物，海生藻类。那么这个藻类呢，它对地球的贡献可大了，它为地球提供了50%到80%的氧气。这些藻类最喜欢的就是鲸鱼排出的粪便，来营养，让藻类存活下去，很重要吧？这些藻类同时还能够处理地球上将近1半的二氧化碳，因此我们保护好鲸鱼，就是保护地球。我觉得这是不是正是外星人提醒我们的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才画出鲸鱼来呀？说到这个图案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画了一双手。这一对手呢，大家看看啊，一个是5个手指，一个却只有4个手指，加起来是9个手指头。我又看了一下，这里面画的猴子恰恰也是9个手指，难道这是巧合吗？结果一位德国的女考古家，就是玛利亚，在几年前1934年的时候，她在工作中不小心呢，有个手指感染了，最后切掉了，剩下9个手指。她也没有想到1940年她去了秘鲁的纳斯卡去考察，结果一去就迷上了纳斯卡，一住就是一辈子。到后来我对她的研究和看法呢，就她就为这件事而生的，有她生命的意义。可是这位来考察的德国科学家9个手指，画上的猴子9个手指，那一双手9个手指，难道这是非常单纯的巧合吗？不得而知，反正就是9个手指的秘密。我的下一个猜想哈，就纳斯卡的这个图案呢，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像现在啊，咱们很多手机啊、电脑啊、吸尘器啊都要充电哈，这个图案可能就是给当时的半人神或者外星人充电充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纳斯卡这个图案呢，那有些朋友就会问说，它提供的能量是来自于地球的能量还是宇宙的能量呢？我认为它是接收的宇宙的能量，就是这里就是个充电器，这是一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呢，上头画的那么多的线条，还有一个部分是传递着很多讯息在里头。他比如说研究这个土豆需要哪些数据，哪些能量，哪些知识，可能在外星的神传给他的时候，就连这个信息一起传给他了，但是他能解读，咱们解读不了。说这个图案不光是能够充电、补充能量、传递能量，最重要的是能够传递讯息，甚至是能传递具体的物质来。这个外星人说18年没回家了，特别想念家乡的外星球的榴莲啊，我们外星球的花生哐一来一嘟噜啊，说不定这都是我们想象。外星人也好，神也好，达到这个级别的生命状态的时候，他确实是想什么来什么。那其中用的一个途径就是这个地方。我现在处于超级想象状态哈，那我觉得呢，它是一个试验的制作场。比如说
这个能量到了该制造蜘蛛的时候，它在空中，这个能量聚合，一会儿在空中一颗蜘蛛就成了。接下来就做羊驼、做鲸鱼，都是大概这样子，就像拼这个现代汽车一样哈。这里来个轮胎，那来两个车头灯之类的。我们说的具体，但是这个拼装的时候，像神的拼装，可能就是5秒钟，啪，一个东西就已经做好了，就是。但是该有的能量、讯息、智慧都有了，甚至是他们有一个超级的功能，就是能够自我繁殖、繁衍下去。所以你看，从羊驼到蜘蛛、鲸鱼，都是自我繁殖下去。所以外星人或者神在这有这样一个研究制造的实验基地哈，制造出这么多的生物生命来，真是很神奇呀。当然，这有一部分是我的猜想，那科学家们也都在猜想，它到底是不是呢？我现在突然在想到有另外一个点哈，你看，这都是沙漠的地方，埃及金字塔在沙漠的地方。神容易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这个神也好，外星人也好，是不是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很像沙漠的地方，就是至少没有表面的水，对不对？他们比较喜欢干燥的地方，说不定有这个原因。让我又想到那个火星传来的照片上头也是没有明确的河流嘛。我觉得这很像火星的地面那个样子。美国 NASA 在研究的太空食物，第一项选的就是土豆。将来呢，到火星之后吃啥？吃土豆。学习种植土豆，是不是啊？你看他们就在这里研究土豆的种植。所以未来年轻朋友们想去火星的话，我觉得先到秘鲁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方更神圣的还都在里面，因为目前没有人能解读图案之中，就像一个当时的录音带一样哈，里面到底含着哪些具体的科学信息，我们还没有解读了。如果我们能够解读这些图案，解读其中的讯息的话，说不定下一个马斯克就是你，下一个人类超级科学家就是你。今天的研究和展望就到这里。欢迎你收看我的节目。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我们火星上见。